近日，菲律宾船只在未经中方允许的情况下闯入中国仁爱礁海域，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海警依法采取驱逐措施。中国外交部连续2天强调，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中国海警船依法维护中国主权和海上秩序，现场操作专业克制。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域外国家，美国持续炒作事件。13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声称，美国站在菲律宾一边。美国国务院还发布一份颠倒是非的声明，无端指责中国海警的执法行为挑衅和不安全，又声称将促使美国援引并履行在两国共同防御条约下的防御承诺。中方连续2日就事件作出回应。美方动辄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对中国进行胁迫讹诈，这丝毫不会动摇中方维护本国合法权益的坚定决心和坚强意志。汪文斌强调，菲律宾南海仲裁案是美国一手炮制的，完全是一场政治闹剧。所谓的裁决是非法无效的，不会对中方在南海的权利主张产生任何影响。中菲日前已通过2国外交部建立的涉海沟通机制，就此进行了沟通。目前有关海域总体平静。根据菲律宾媒体披露的细节，2月6号，菲律宾一艘海警船接近仁爱礁，为坐滩仁爱礁浅滩的菲律宾补给舰运送轮换人员以及补给物资。中国海警船5205舰发现这一情况，并展开执法行动，并不断使用无线电警告菲律宾船只：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管辖范围内。当天下午6点，在菲海警船航行至距离仁爱礁约10海里处时，中国海警5205舰2次亮起绿灯，并在距离菲海警船4海里处越过其船头，阻止菲舰船继续接近仁爱礁。据报道，中菲海警船距离最近时为约100多米。菲律宾海警声称，在此期间，中国海警5205舰向菲海警船进行了军事级别的激光照射。菲律宾海警表示，菲方海警船舰员出现了短暂的失明。为了确保安全，菲海警巴拉望岛区域协调中心下令放弃这次任务，并撤离到菲站马欢岛待命。通过媒体和外交部的反馈，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海警船是合理合法的维护中国的岛礁主权。那么至于呢进行激光照射，我想呢，海警船的激光照射肯定不是武器。它仅仅呢是一种警告。仁爱礁隶属中国海南省三沙市，位于南沙群岛美济礁东南约14海里处，南北长为15千米，东西宽度为5.6千米的环礁。低潮时大部分露出水面，中间有一个面积约为30平方公里的细湖。历史上，中国渔民一直将仁爱礁作为重要的捕鱼场所和避风场所。1999年5月9号，就在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第2天，菲律宾当局派出一艘2战时期濒临退役的登陆舰马德雷山号驶向仁爱礁，最终坐滩到了西北侧礁坪不肯离开。有外媒分析卫星图像后表示，多年来中国海警船一直在仁爱礁附近巡逻。过去20多年间，中国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在通过中方海警的检查后，允许菲律宾渔船或者民船对坐滩的马德雷山号军舰上的人员进行定期补给。期间，菲律宾方面多次想用海警船甚至军舰运送水泥、混凝土等建筑材料，但都被中国海警船拦了下来。分析指，菲律宾这次试图强闯仁爱礁，与美方近来不断搅浑水关系很大。去年11月，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访问菲律宾，特意去巴拉望岛访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普林塞萨港，并登上其最大的一艘特蕾莎·马格巴努阿号新型执法巡逻舰。哈里斯还在演讲中宣扬美国对重振美菲安保同盟的决心。今年2月初，美国防长奥斯汀访问菲律宾期间，美菲双方宣布全面加速实施加强防务合作协议，同意在非战略地区指定4个新基地供美军使用，并完成协议中现有5个地点的项目建设。美国《纽约时报》当时曾表示，这是30年来美国首次在菲律宾拥有如此大规模的军事存在。菲律宾亚洲世纪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安娜·马林伯格乌伊则撰文分析称，这将在菲中之间制造不必要的、无理由的紧张和争议，是一条危险道路。
菲律宾可能成为美国在印太地区安全和军事行动的发射台。值得注意的是，2月8号至12号，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访问日本。就在结束访问的当天，马克思表示，如果能够增强海上安全，并为菲律宾渔民提供更好的保护，那么菲律宾没有理由不与日本签订访问部队协议。值得警惕的是，马克思还声称，一旦台海有事，我无法置身事外。菲律宾和日本加强军事合作，很明显就和美国加强军事合作是一个道理的，要把日本的自卫队引入菲律宾，来保卫所谓菲律宾的安全。所谓两国部队的互访协定，那菲律宾的部队不会到日本去驻扎，而仅仅是以相互的交换作为一个借口，实际上要怂恿日本的自卫队到菲律宾去驻扎。那日本有没有这个意愿呢？我估计日本人可能是有这个意愿的，因为日本从2017年向南海派出舰只巡逻以后对南海的野心越来越大，想通过南海对中国加以制约的政策越来越明显。美官员颠倒黑白攻击中国海警在南海的执法活动。那么紧接着又传出日本想跟菲律宾签署防务协议，获得跟美国一样的非军事基地使用权。那您对此怎么看？美日操弄的手法是《孙子兵法》里典型的求是之策。打个比方，把南海比作石头，如果按照中国跟东盟、中国与具体的南海问题国家友好协商、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那么这块石头就等于放在平地，根本没什么威胁。但要像美日那样搞集团对抗，故意放大某些国家与中国的分歧纠纷，这形同把石头放在山坡上往下滚，这就叫做势。当前我们和美国、日本这样的域外国家在南海的博弈焦点，其实就是布势与迫势。拿菲律宾来说，美日对华实际的政策是控局前提下的全面竞争，这包括激活中国周边的热点，消耗中国，同时为他们结盟恶华创造机会。从趋势看，美日都清楚，菲律宾军事上压根儿不是中国对手，况且南海就在中国家门口，美日哪怕替菲律宾强出头，也有很大的风险。而要破美日的势，我们也要拿出软硬的两手。一方面我们以军事为后盾，持续提升南海维权能力，一定要有实力和决心。如果有摩擦，一定要取胜控局。另一方面我们将强大可靠的实力与和平发展的理念结合，建立融合的权威，吸引继而引领南海诸国迈上合作共赢的道路。这当中既要有怀柔，也要有惩戒，特别对个别挑衅上瘾、反复横跳的国家予以经济围堵，让它成为域外大国的经济包袱。